他说这簪子是3步1叩首求来的，原来是求来要我的命的。现在求命的人换我了，夫君，这一世你可要拿稳了。婉州，这玉簪是我寒窗苦读时去普陀寺3步1叩首为你求来的。这件阴毒物件抽干了我的精血，他看着我一天天枯萎，却装作深情不改。我死在大雪里，重活不是原谅，是要他们也尝尝被碾碎的滋味。既然是夫君的心意，婉州定会日日佩戴的。夫君，我有些乏了，今日太累，不如先歇下。也好，你好生歇着。上辈子我把心掏给他，这会儿他挨我一下，我都嫌脏。现在出府，找手艺最好的金匠，用赤金将这玉簪包死，打造成牡丹金簪的模样。小姐，咱们林家库房里纯金的簪子堆成山，何必费功夫去包块玉？这东西会吸人精气，你再让人连夜赶制一样的假玉簪带回来，等着看他们是怎么自食其果吧。姑爷他怎能如此丧尽天良？没事的。秋娘管账辛苦，这簪子便赏你了，务必天天带着。谢夫人赏赐。婉州，我昨夜赠你的玉簪，你怎么赏给下人了？夫君莫怪，今日认人，秋娘一直盯着我头上的簪子瞧。我想着他进林家这么多年，管账这么辛苦，便随手赏他了。怎么，夫君心疼了？那是为夫去寺里3步1叩首求来的一片心意，你怎可如此草率就送了人？林家什么样的簪子没有？夫君就是这点心意，我还得供着不成？罢了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急吧，你那点脏心思，这回全落别人头上。夫君如今是圣上钦点的新科状元，前途无量，天下皆知夫君清正廉洁，不慕荣利。我既嫁入宋府，断不能让林家的铜臭味污了夫君的清流名声。从今日起，林家陪嫁的所有现银、商铺流水全部封存，1成以夫君的名义捐给城外的寒门书院，为夫君积攒清誉，剩下的9成全部换成死期的田产与庄子，没有我的私章，任何人不得动用分毫现银。是。夫君放心，我已决定与夫君同甘共苦。从明日起，府里筛减1半下人，停了所有的燕窝补品，每日粗茶淡饭，方显状元宫的清正之风。夫君这般高洁之人，定能体谅婉州护心吧？夫人深明大义，为夫甚为。我和状元郎昨日才完婚，可这账册上，从3年前他借助我林家备考起，你就开始在采买上做手脚了，用次品顶替好货，中间昧下的几万两银子，全替他洗去了城外的庄子。秋娘，你背着主家，倒真是条有远近的忠狗。是大人吩咐奴婢这么做的。他当年不过是个吃我林家软饭的穷酸书生，能使唤得动我林家的账房？若不是你妄图替他办事邀功，日后好做状元郎的妾室，你能这么卖力？要命就拿了这金子继续做你的账房，但从今往后，你只能是我林婉州的人。城外庄子里的动静，宋延深去了哪儿，见了谁，花了多少钱，甚至那个姓沈的跟什么人接触，事无巨细全给我盯死。要死，我现在就把你发卖到最下贱的暗娼馆里去。奴婢愿为夫人效犬马之劳。记住，那只假玉簪，天天给我戴在头上，让咱们的新科状元好好看着。延深哥哥，庄子里断了粮药，我快活不下去了。宋大人，这位拉拉扯扯的姑娘是哪里来的疯妇，竟敢当街冲撞朝廷命官？下官并不认识此女，定是遇上那种专门讹人的破罗户了。咱们快走。你那点见不得光的情啊爱啊，碰上前程，连个屁都不算。
那钱万三带了2只百年老参进庄子，大半夜都没出来，连半夜叫水沐浴的动静，院子里都听得一清二楚。继续盯着，你想办法让人把那表哥留下的痕迹遮掩干净。夫人不打算让大人抓个现行？捉奸在床固然痛快，可若是现在就揭穿了，这出戏还有什么看头？我要等沈青瓷肚子里结结实实怀上那不知是谁的野种，再连皮带骨的当众剥下他们这层深情的柔皮。婉周，你我成婚也有几日了，一直未能圆房。夫君，你可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？夫君急什么？婉周早就是你明媒正娶的妻了，这辈子都是你的人，难不成还能跑了？今日我去普陀寺为夫君祈福，玄吉大师说，夫君乃文曲星下凡，如今初入官场。婉周，江湖术士之言，岂可尽信？你我新婚燕尔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夫君，大师可是连你哪年考中秀才都算得一清二楚，事关夫君一生的头顶乌纱，宁可信其有啊！难道在夫君心里，图一时痛快，竟比你这状元郎的锦绣前程还重要吗？夫人教训的是我的问题。夫人处处为我的前程筹谋，连这等委屈都能咽下，为夫怎能贪图享乐而辜负你？这1个月，我便歇在书房，绝不踏出府门半步，定要对得起夫人的苦心。婉周，这是我远房表妹青瓷，她自幼父母双亡，如今病得快不行了，我实在不忍她流落街头。婉周向来贤良，定能容下这个可怜的妹妹吧。请进。表嫂千万别为难，青瓷自知残躯，不敢脏了府里的地。只要表嫂赏口冷饭，青瓷愿意去后院劈柴洗碗，做个粗使下人。只要能远远看着延伸哥哥安好，青瓷就心满意足了。既然是夫君的表妹，那便是一家人。妹妹身子孱弱，正好林家常用的李府医在，让她来请个平安脉吧。表姑娘只是身子骨弱，受了些风寒，开几副温补的方子调理即可。夫人，是滑脉，刚好1月有余。好，雷算是埋实了，接下来就等他自己炸。延伸哥哥，都是青瓷的错，青瓷这破败身子实在不配吃这么好的东西。这燕窝腥气太重，我实在咽不下去，方才只抿了一小口，便恶心反胃的厉害。混账东西！你们就是拿这种发腥的下脚料来糊弄表姑娘的！大人息怒，哥哥别怪他们。表嫂掌管偌大的林家产业，日理万机，定是底下的婆子们阳奉阴违，克扣了我的分力。青瓷命贱，受些委屈不打紧，万不能因为我坏了哥哥和表嫂的情分。他就是这么当家的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找他要个说法。夫君要找我要什么说法？这是上好的南洋白燕，我林家名下药铺里的尖货。表妹这是怎么了？前些日子在城外庄子上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，也没见你这般金贵，怎么刚进我宋府的门，闻着这上好的燕窝，反倒恶心干呕起来了？莫不是吃坏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？表嫂说笑了，青瓷只是自小脾胃弱，受不得腥气。婉周，青瓷本就病着，你何必说话夹枪带棒的吓唬她？这就吓着了？我不过是见妹妹难受，随口一句玩笑罢了。既然妹妹身子这么弱，连这上好的燕窝都压不住阵，怕是体虚招了什么不干净的邪祟。去，把我出嫁时压箱底的那匣子赤金头棉拿来。这太贵重了，青池受不起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妹妹生的娇美，最配这富贵花。这赤金最是镇邪避灾，滋养气血。妹妹务必带着，全当是表嫂疼你的一片心意。多谢表嫂赏赐，青瓷定当须臾不离。婉周，
委屈你了，你这份恩情，为夫定会铭记于心。带吧，都给我带稳了，等这东西把你们吸成空壳，我看你们还怎么装。夫人，真给他了？给他才对，他不贪，这戏还唱不下去。夫君这是怎么了？可是表妹的病又重了。婉周，不知为何，青瓷近来不仅脾气越发暴躁古怪，连容貌也……她不仅身子莫名发福肿胀，连头发都枯黄疏疏，整个人形如枯鬼，满脸油腻争霸，哪里还有半分当初病弱惹人怜的样子？表妹既然病重，大夫又查不出个所以然，夫君还是少去探望，免得过了病期。你这种东西，嘴上喊情，眼睛先嫌脏。他一瞅，你那点破心疼比纸还薄。眼下还有件最要紧的事儿，下个月便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的6时寿辰，夫君若想在今年的考核里拿个优等，这次便要在咱们府里设宴，好好款待掌院大人和各位同僚，这排场绝不能寒酸了。婉周，这办宴席的银子，夫君说的哪里话？你我夫妻一体，这场寿宴要办得风风光光，不仅要请掌院学士，还要把翰林院的同僚，甚至6部的要员全都请来。银子的事，夫君不必操心，全从我的嫁妆里出。我也定要为夫君在恩师和同僚面前挣足这个脸面。婉周，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你这份恩情，我宋某便是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。粉身碎骨，行，我给你搭台子，你自己上去摔。宋大人前途无量，治家有方，真是羡煞旁人。飘吧，再飘高点，等会儿掉下来才砸得响。让开！我是大人的表妹，这府里半个主子，今日恩师寿宴，我也该去敬杯酒。你们这群狗奴才凭什么拦我？延伸哥哥，宋大人，这位形容不堪、大腹便便的妇人是谁？哪里来的疯妇，竟敢擅闯前厅！恩师息怒，恩师息怒，这是下官远房的一个表妹，脑子有些失心疯的毛病，肚子又生了怪病肿胀。延伸哥哥，我没有疯啊，我只是生了怪病，我日日喝药，肚子却还是这般大。怪病？我看你是怀了别人的野种，还在那装什么清纯烈女？你是什么人？竟敢擅闯朝廷命官的府邸？我是什么人？我是来扒你这绿毛状元皮的人。宋大人好大的官威，你养外室却让我男人钱万3掏腰包，城外庄子上极品血燕百年老参哪一样不是我男人的流水？最可笑的是，你当成眼珠子护着的这个娼妇，背着你跟我男人睡了整整1个月，他现在肚子已经4个月大了，你眼睛瞎了看不出来啊？4个月。这顶绿帽子总算当着满屋子人扣扎实了。不是的，我喝了避子汤的，我没有怀孕。延伸哥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是被强迫的。贱人，敢做不敢认，还敢勾引状元郎！我的肚子露出来了。今天这场戏才算真正开锣。快，李太医，劳烦您快去看看。滑胎，足4个月的男胎保不住了，且这妇人气血衰败至极，已是强弩之末。宋大人，
这断裂的金皮里包着的可是南疆失传的嗜血邪玉，此物日夜佩戴，能无声无息吸食活人的精血阳寿，这是断子绝孙的巫蛊之术啊！青瓷，这簪子你哪儿来的？快说！这会儿知道怕了，你在赌我闭嘴。可惜，今天我就是来掀桌子的。哼！夫君，这簪子不是你大婚之夜亲手送我的那一只吗？宋大人，尊夫人所言可是真的？恩师，这其中定有误会。大婚之夜，夫君亲手将它送到我手里，说是去普陀寺3步1叩首为我求来的。巫蛊之物竟出自新科状元之手，这可不是家宅小事了。我原以为是夫君心意，日日珍重，直到后来妹妹进府，我见她身子弱，才将此簪裹上赤金，做成牡丹簪，送给她镇邪养身。谁知竟是这样的邪物！看吧，我一句没替自己洗，一句没替你遮，你越想赖，死得越快。宋延伸，巫蛊邪物，外事私通，欺师瞒上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恩师，学生冤枉，这簪子学生当真不知内情，定是有人陷害。陷害？大婚之夜是你亲手所赠，众目睽睽之下又从你表妹头上摔出邪玉，你还想攀咬谁？大人，婉尤出身商贾，不懂朝堂规矩，可若这真是巫蛊邪物，还请大人为婉尤做主，也为我林家做主。你放心，本府一定会还你林家一个公道。来人，先将这邪物封存，把沈青瓷抬下去，再将宋延伸看住。没有本官的话，谁也不许放他离府半步。恩师，你听我解释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？你不是最爱体面吗？我就当着全京城的面，一寸一寸扒干你。夫君说，这是在灵山寺跪了3天3夜求来的灵物，最是滋养气血。我感念夫君深情，向表妹进府后身子见风就倒，才舍了这心头好，亲手为她簪上。夫人，您糊涂啊！您拿大人当良人，大人却拿您当这邪物的养料。若非您心善救了表姑娘，如今躺在这血泊里的就是您了呀！这簪子分明是你赏给他的，是你呀，林婉阁，极度成性，要害死青瓷和他肚子里的孩子。大人，您到了这时候还要往夫人身上泼脏水吗？各位大老爷明鉴，奴婢是夫人从林家带过来的账房，这3年来，宋大人面上清流，实则私下里多次威逼奴婢，让奴婢利用职务之便，将夫人的嫁妆银子一笔笔支取出去。这账本第3页记着，3年前大婚前夕，大人变卖了夫人送他的定情暖玉，去城西偏僻处寻了南疆术士，重金购得这枚失血邪玉。大人当时亲口对奴婢说，这东西能让夫人病得自然，等夫人撒手西去，林家那泼天的富贵便全是他的了。宋延伸，乾元20年3月，你挪用了户部拨给林家代管的盐客银3万两，还有这一笔，乾元21年8月，你又挪用了朝廷赏赐给林家用于赈济灾民的官银2万两。宋延伸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不仅谋害诰命，行巫蛊之术，还敢贪污国库，挪用赈灾款，这是大逆不道！来人，即刻押往大理寺，连夜会诊。此等逆贼，若不严惩，朝廷律法何在？天下公理何在？夫君，这才刚开始。
晚舟，是你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晚舟，我错了，我真的被沈清初那个贱人蒙蔽了。她怀了别人的种，她从头到尾都在骗我。只有你才是真心待我的。求你，看在当年你倾尽全家供我科考的情分上，救我出去，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？我发誓，以后一定只有你一个夫人，我一定。宋延深，你错了。你错的不是被沈清慈蒙蔽，也不是害了我。你错在以为现在说几句我错了，我就该感激涕零的原谅你。你说你记得我倾尽家财供你，那你可记得大婚那夜，你亲手把那只毒簪子插在我头上时在想什么？你是在想，这首富嫡女终于落入了你的圈套，只等我吐血身亡，你就能名正言顺地接手林家的万贯家财，去养你的白月光。宋延深，你现在哭着求我，不是因为你终于发现了我的好，而是因为你终于发现，你失去了林家的钱，失去了状元的名，失去了你这辈子翻身的唯一靠山。你不是在后悔伤害了我，你是在后悔你弄丢了那个最好用的提款机。那个满心满眼都是你，连夜为你缝制官袍的林晚舟，早在大婚那晚就被你亲手杀死了。现在站在你面前的，只是一个想看你下地狱的债主。对了，恩师念在往日情分，求皇上饶了你一命，你不用死，流放极北苦寒之地，终生为奴。我会让人每年给你送一封信，告诉你我林家的生意做得有多大，你就慢慢在那冰天雪地里守着你那文人的清高，去享你亲手毁掉的盛世荣华吧。夫人，咱们回府吧。回府？宋府？这辈子我不会再踏进去半步。把那宅子封了，交给大理寺处置。回林宅。恭迎家主回府。把最好的客房收拾出来。明日我要宴请掌院学士夫人，去江南把我母亲身边的管事嬷嬷接来。从今日起，林家在京城的生意全部由我亲自打理，坑过我林家的，连本带利吐出来，帮我的10倍还之。林夫人，你这气色可比前些日子好太多了。那宋延深定了罪，流放极北苦寒之地，你也该放下了。晚舟想开了，为个罪人折腾病倒不值当，圣上仁厚，臣妇感恩戴德。晚舟虽嫁过一回，但林家偌大家业要打理，往后几年心思都放在生意上。绸报了，路铺了，然后呢？我往哪儿走？北境战事，北敌犯边，朝廷征兵征粮。林家名下铺子的存粮抽30%，平价卖给朝廷。铁器铺子只做军需订单。北敌打进来，你抱着银子能当饭吃。
家主认识这人？不认识，只是觉得字写得好。皇后娘娘听说了你的事儿，特意点了你的名。过几日宫中设宴，你随我去。倒是个标水人儿，只可惜遇人不淑。臣妇不敢称委屈，只恨识人不清，险些坏了朝廷大事。宋延伸挪用的银子里有户部拨给的盐客银和赈灾款，臣妇有罪。你倒是个明白人，你捐给北境的粮草，皇上知道了。朝廷如今打仗，缺的不只是粮草，北京将士的冬衣，朝廷打算交给民间承办，你有兴趣吗？臣妇愿为朝廷分忧。把林家在江南所有布庄掌柜叫来，连夜开会。林夫人，末将沈策奉镇北大将军之命回京催要粮草，顺便替大将军送一封谢函，多谢夫人捐的粮草。将军客气了，臣妇不过尽了本分。夫人的本分，救了很多人的命。那批粮草送到时，将士是们已断了3天粮。那冬衣呢？运到了吗？一部分到了，还有一些在路上。臣妇想跟将军学兵法，不是为了打仗，是想知道怎么把粮草、冬衣安全运到北境。兵法不是一日能学会的，但若夫人真想学，末将可以教。我3日后便要回北京，这3天每日午后在城北教场恭候。每30里设一个补给点，驻兵50，日夜巡逻，层层递进，步步为营。冬衣不像粮草，能不能提前运过去囤着？北京严寒，囤太久容易受潮发霉。那就用油布包起来。林家做茶叶生意时就是这么防潮的。夫人的法子比军中的更实用。沈将军，你的伤记得服药。多谢夫人挂念。上辈子不敢写，这辈子想写就写。家主，沈将军回来了。末将奉旨回京述职，顺道给夫人送封回信。沈策，你的回信迟了半年。北京路远，战事吃紧。我不怪你，我只是担心你。别叫我夫人，跟我没关系了。我是林家家主，朝廷封的安人，我叫林婉舟。婉舟，
末将沈策，寒门出身，官居五品，家无余财。此番回京，除了述职，还有一事相求。这是在北境营帐里用飞剑赶削的，削飞了10几根才得这一支。林晚舟，你可愿？我愿意。你可想好了？我是个商人，满身铜锈，还嫁过人，是个寡妇。我知道。我还很凶，说一不二，你以后什么都得听我的。我知道，你说的我都知道，可我就是想娶你。从第一次在校场上见你穿着胡服骑着马，眼睛亮得像星星的时候就想娶你；从你写信叮嘱我珍重的时候就想娶你；从我在战场上受了伤，迷迷糊糊喊你名字的时候就想娶你。好，我嫁。你那个五品官太小了，配不上我林家门楣。回头我找皇后娘娘给你求个恩典。好，以后不许再受伤。这个我尽量。还带着？带着，这辈子都不摘。晚舟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我知道。晚舟，我要回去了。什么时候走？明日一早。夫人，第3批车也备齐了，装完风车，天亮前送校场。别给我死了，打赢了赶紧回来。打赢了回来，我给你生儿子。去吧，我等你。4个月，40多封，前头打仗，后头还惦记问我一句。北境的路我来打通，各家出车出人，银子我先垫。听家主安排。他在前头砍人，我在后头喂粮，夫妻过日子就该这么大。林晚舟，你是个有本事的，本宫没看错人。臣妇不过是心疼自家男人，捎带手替朝廷分忧，不害臊。北狄王庭已被击溃，残部逃往漠北，3、5年内无力再犯。婉柔，你说的生儿子的事，我记着呢。家主，您悠着点，别把信戳破了。滚！47封，1封不少，人也得给我好好回来。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给你的，这是战利品，按规矩该上交国库，但我跟皇上求了个恩典，这颗印我留着，送给夫人当聘礼。你打仗打傻了吧？拿可汗的金印当聘礼？怎么了？你不是商人吗？纯金的，按市价能值不少银子。这人打仗凶，过日子倒像个愣头青，可偏偏我就吃这一套。镇北大将军沈策赐宅地金帛，良田1000亩。陛下，臣不要宅地，也不要良田。那你要什么？臣只要一道旨意。臣妻林氏在臣出征期间捐粮捐衣，组建运输队，为北境战士立下汗马功劳。臣恳请臣妻为诰命夫人，以彰其功。准。
林氏林婉舟，忠君爱国，功在社稷，特封一品诰命夫人。家主，您被封了一品诰命。一品，我自己挣来的。怎么了？跪下。谁让你单膝跪了？双膝。沈策，我问你，你事先跟我商量过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，满朝文武会怎么看你？知道，他们会说我怕老婆，说我没出息，说我堂堂大将军还要靠老婆挣功劳。那你还做？因为那是你应得的。那些粮草、冬衣、兵器是你一手操办的，那个商团运输队是你牵头建起来的。北境几十个将士能活过这个冬天，不只是因为我打仗，更因为有你。我不能让我的女人做了这么多事。你是不是傻？你知不知道我不在乎什么诰命？我知道。那你还……我在乎别人怎么看你，我不想让人说你只是嫁了个将军才沾光。我要让人知道，就算没有，也是堂堂正正的一品夫人。完了，又在他手里了。这回我认。林氏婉舟，姓秉柔家，新敦孝义，特封一品诰命夫人。上辈子烂在雪地里，这辈子接的是皇上的旨，活着这事儿还真他娘有劲。夫人已有2个月身孕。将军，夫人有喜了！真有了。将军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才2个月，你听得到什么？我在听我儿子说话。你怎么知道是儿子？万一是女儿呢？女儿更好，女儿像你，长得好看。这人上阵砍人，回家蹲着熬粥缝衣裳，说出去都没人信。外头那人估计腿都快走断了，活该，让他也跟着熬。这孩子长得真好看，像他爹。夫人，你眼神不太好。婉舟，这辈子我很知足。沈策，我也很知足。那个死在雪地里的我，算是等到了。春天、良人、好日子，我都替他活到了。这一世，我终于学会了活着，不只为别人，也为我自己。